美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怎么会撞上海底山脉？会不会入侵了中国领海？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超。美国海军披露了康涅狄格号快速攻击核潜艇10月初在中国南海巡航时撞上了一座海底山脉后，那么有一个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后果如何？一艘价值30亿美元的海狼级核潜艇被公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核潜艇之一。那么怎么又会撞到了海底的山丘上？虽然美国海军尚未解释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但美国前潜艇的驾驶员和军事专家告诉《海军时报》，在深海驾驶潜艇在任何一天都是一项挑战。曾在美国潜艇部队服役26年的布莱恩·克拉克表示：“你没有窗户，看不见外面，就如同你在黑暗中开车，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专家说，南海地区的浅水区和水下的崎岖的地形，包括峡谷和山脉，对任何一艘核潜艇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这艘核潜艇10月2号撞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总部设在日本的美国第7舰队上周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决定因这起事故必须承担责任的几名军官给予纪律处分。现任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的负责人克拉克说，如果潜艇当时试图不被发现，并依靠所谓的被动声呐来监听船只、海洋生物和其他障碍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会放弃一些对环境的感知。因为被动声呐和主动声呐不一样，它只能接收到其他海中或水面船只或者是移动物体发送的信号，而只有主动声呐才有可能发现水下的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和目标。克拉克说，除非迫不得已，核潜艇是不想透露自己的位置的。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发射主动声呐对环境进行探测，你就暴露了自己的所在。由于它限制使用主动声呐，从而呢就对潜艇的活动造成了一个非常受限的操作区域。克拉克补充说，出事的区域显然是一个浅海区域，可通行的海道相对比较少，美国海军也无法做到掌控一切。有些海域呢只有500英尺到600英尺深，也就是不到200米，因此潜艇必须事先规划出一条安全可靠的路线，使其准确地定位于海底之上。克拉克怀疑康涅狄格号的灾难，与其说是战备问题，不如说是地形困难造成的。这艘核潜艇目前停留在关岛，但是没有办法在当地维修，回到美国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排队才能够进入修理程序，而且呢，维修的成本非常高昂，面临着被迫退役的局面。事故发生时，康涅狄格号在南海究竟在干什么？目前呢还不清楚。尽管有官员表示，该潜艇在国际水域作业，因此呢，当时是否入侵了中国领海仍然不得而知。中国方面一直要求美国公布这艘核潜艇发生事故的原因，它在什么地方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它的核动力装置是否发生了泄漏。而到现在为止呢，美国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中国需要关注的是，这艘核潜艇出事的浅海区域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进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甚至进入中国的领海？那么，如果进入了这些区域，那么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让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海军公布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导致的后果，以及造成事故的原因。那么，这样的要求应该说不过分。那么美国什么时候回复我们的质询？而且呢，今后会不会因此而减少他们的核潜艇在南海地区的肆无忌惮的活动？这个恐怕我们必须进行严密的观察和监视。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